大家好，欢迎来到 YouTube 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这一集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我们将学习伺服器中非常基础但又非常重要的磁碟管理。在本期影片中，我会带大家从零开始讲解基本磁碟的设定，包括新增磁碟、建立简单磁碟区以及删除磁碟区的操作，同时也会深入说明动态磁碟的建立与应用，涵盖跨区磁碟区、带区磁碟区、镜像磁碟区以及 RAID 5磁碟区的实际设定与使用情境。除此之外，我还会带大家进行一个实际测试，在重新安装 Windows 系统之后，验证动态磁碟是否依然存在，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其底层原理。这些内容对于后续学习伺服器储存管理、资料安全以及企业级应用部署都有非常重要的基础作用。如果你对 Windows Server 虚拟化或储存技术感兴趣，欢迎订阅频道，按赞支持一下。那我们开始吧。作业系统第一次安装完成之后，磁碟类型预设为基本磁碟。从 Windows 8与 Windows Server 2012之后的系统开始，预设支援的是 GPT 分割表，而不是早期的 MBR 分割表。早期的 MBR 分割表对单一磁碟的最大容量支援为 2TB， 超过 2TB 的磁碟较难被完整识别。随着时代发展，磁碟容量越来越大，新版本的 Windows 可以支援更大容量的磁碟，因此预设采用 GPT 分割表。MBR 分割表最多支援4个主分割区，或是3个主分割区加上1个延伸分割区，而 GPT 分割表最多可支援128个主分割区。由于 GPT 可以支援更多主分割区，因此不需要再建立延伸分割区。本次测试环境是在 VMware Workstation Pro 中，于 Windows Server 2025的虚拟机内新增磁碟。在操作之前，请先确保 Windows Server 2025虚拟机处于关机状态。本影片将讲解基本磁碟的设定、动态磁碟的建立，以及测试动态磁碟是否存在。在本次教学中，会一次新增3个磁碟，不论是基本磁碟或动态磁碟的示范，皆可一次完成，以节省时间并避免多次新增磁碟的操作。基本磁碟的设定分为3个步骤：新增磁碟、新增简单磁碟区、删除磁碟区。这里不需要第三方的工具软体， Windows Server 2025内建的磁碟管理就能满足大部分需求。第一步，新增磁碟。在 VMware Workstation Pro 中，选择 Windows Server 2025，滑鼠右键，点击 Settings，点击 Add， 选择 Hard Disk， 点击 Next。 在 Virtual Disk Tab 中预设不变，点击 Next。 在 Disk 中选择 Create a New Virtual Disk， 点击 Next。 在 Specify Disk Capacity 页面可以自由调整磁碟容量大小，预设为 60GB。如果设定更大的容量，虚拟磁碟档案会占用更多实体磁碟空间，请选择 Store Virtual Disk as a Single File， 这样虚拟磁碟档案不会被拆分成多个小档案，方便管理甚至搬移。点击 Next。在 Disk File 中，如果虚拟机档案所在磁碟空间足够，储存位置维持预设即可，点击 Finish。 新增剩余的2个磁碟，重复上述操作。
完成后启动 Windows Server 2025，直到进入伺服器管理员。第二步，新增简单磁碟区。新增简单磁碟区需要完成哪些操作？例如指定磁碟区大小、指定磁碟区代号，以及将磁碟格式化为 NTFS。我个人的想法很简单，不建议对磁碟进行分割，因为分割后虽然看似分类清楚，但实际上会浪费不少可用空间。磁碟一定要格式化为 NTFS。NTFS 对单一档案没有大小限制，复制大档案时也不会出现无法写入的问题。不论是 Windows 11还是 Windows Server 2025，在安装过程中预设都会使用 NTFS， 这也是现代作业系统的标准。在伺服器管理员中，点击工具，点击电脑管理，点击磁碟管理。此时会提示新加入的磁碟尚未初始化，预设选择 GPT 并套用到所有磁碟。点击确定。磁碟1、磁碟2、磁碟3已完成初始化，接下来只需透过新增简单磁碟区一次完成磁碟区大小、磁碟区代号与 NTFS 格式化设定。以磁碟1为例，滑鼠移动到磁碟1未配置空间，滑鼠右键，点击新增简单磁碟区，在磁碟区精灵页面点击下一步。在指定磁碟区大小页面维持预设，点击下一步。在指定磁碟区代号页面维持预设，点击下一步。在格式化页面中，档案系统维持 NTFS， 磁碟区标签可以自行命名，用来标记用途，但不是必要设定。记得选择执行快速格式化，点击下一步。确认资讯无误后，点击完成。磁碟2与磁碟3操作流程相同，这里不再重复。切换到本机，查看磁碟。第三步，删除磁碟区。删除磁碟区有两种方法可以操作。第一种方法可以透过磁碟管理的图形界面，第二种方法可以透过 Command Prompt 输入指令。删除磁碟区之后，磁碟中的资料会被删除，磁碟机代号需要重新分配。操作之前，请注意备份资料，以防资料遗失。这里示范第一种方法，切换到磁碟管理，将滑鼠移到磁碟1，滑鼠右键，点击删除磁碟区，点击是。操作已完成。接下来示范第二种方法，透过 Command Prompt 实现删除磁碟区。在此之前，先恢复未删除磁碟区的状态。切换到 Command Prompt， 输入指令 diskpath 进入内建的磁碟管理工具。输入指令 listDisk 确认本机有多少个磁碟。输入指令 selectDisk1 选取磁碟1。最后输入指令 clean。成功清除了磁碟1的所有资料。透过 Command Prompt 删除磁碟区，不仅会删除磁碟中的资料， GPT 分割区也会被删除。而透过磁碟管理删除，使用滑鼠操作无法删除 GPT 分割区。
基本磁碟只是个基础，适用于大部分的 Windows 系统。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动态磁碟？当区域网络内有很多 client 电脑同时存取 Windows Server 2025，如果只配置基本磁碟， client 电脑在存取共用档案时回应速度会很慢，而动态磁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它能让所有磁碟的界面传输速率叠加，所有磁碟同时并行运作，读取与写入速度会大幅提升。这些都是 Windows 内建的功能。之前基本磁碟的教学中已在虚拟机新增3个磁碟，无需重复操作。建立动态磁碟的内容有：转换到动态磁碟，新增跨距磁碟区，新增等量磁碟区，新增镜像磁碟区，新增 RAID 5磁碟区。转换到动态磁碟是新增跨距磁碟区、等量磁碟区、镜像磁碟区、RAID 5磁碟区的前提。转换动态磁碟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可以透过磁碟管理的图形界面，第二种方法可以透过 Command Prompt 输入指令。先示范第一种方法，在磁碟管理的图形界面中，滑鼠移动到磁碟1，滑鼠右键，点击转换到动态磁碟。此时会跳出需要转换动态磁碟的视窗，除了磁碟1是已选取状态，继续选取剩余的磁碟2和磁碟3，点击确定。接着示范第二种方法，在 Command Prompt 输入指令 Convert Dynamic 操作之前，需要在磁碟管理的图形界面恢复为基本磁碟，这样就可以继续示范第二种方法，转换动态磁碟。切换到 Command Prompt， 保持在 DiskPart 状态。动态磁碟的转换需要逐一操作，输入指令 listDisk 确认磁碟状态，输入指令 selectDisk1 选取磁碟1，输入指令 convertDynamic 将基本磁碟转换为动态磁碟。此时会提示转换完成，剩余的磁碟2、磁碟3操作方式相同，继续转换磁碟2、磁碟3为动态磁碟。转换完成后，最后输入指令 listDisk 确认磁碟1、磁碟2、磁碟3都已经转换为动态磁碟。跨距磁碟区是将多个磁碟剩余未配置的空间合并在一起，容量叠加形成一个逻辑磁碟区。缺点是没有备源与资料校验，若有一个磁碟损坏，整个逻辑磁碟区的资料都会遗失。跨距磁碟区至少需要2个磁碟，这里以磁碟1和磁碟2为例。建立跨距磁碟区之前，磁碟1和磁碟2都需要先新增简单磁碟区，最后保留剩余未配置空间，这样就可以示范如何新增跨距磁碟区。滑鼠移动到磁碟1未配置空间，滑鼠右键，点击新增跨距磁碟区，在磁碟区精灵页面点击下一步。
选择可用的词碟2，点击新增，点击下一步，在指定词碟区代号页面维持预设，点击下一步。最后一步是格式化词碟区，档案系统维持不变，其中词碟区标签修改名称为 Spanned Volume， 这样在本机可以看到手动建立的跨距词碟区。记得选择执行快速格式化。点击下一步，确认资讯无误后，点击完成。完成后，可以看到磁碟1和磁碟2未配置的空间显示为相同颜色，磁碟机代号相同，表示操作成功，已经形成一个逻辑磁碟区。切换到本机，可以看到显示名称为 Spanned Volume 的磁碟。等量磁碟区就是 RAID 0，将多个相同容量的磁碟直接合并，不仅容量得到扩展，界面传输速率也会叠加，大幅提升读写效能。等量磁碟区与跨距磁碟区不同的是，跨距磁碟区只是单纯的容量叠加，传输速率不会提升。缺点是同样没有备源与资料校验，若有一个磁碟损坏，整个逻辑磁碟区的资料都会遗失。等量磁碟区至少需要2个磁碟，这里以磁碟1和磁碟2为例，新增等量磁碟区之前，需要删除之前新增的跨距磁碟区，并恢复为动态磁碟。滑鼠移动到磁碟1，滑鼠右键，点击新增等量磁碟区。在磁碟区精灵页面点击下一步，选择可用的磁碟2，点击新增，点击下一步。在指定磁碟区代号页面维持预设，点击下一步。最后一步是格式化磁碟区，档案系统维持不变，其中磁碟区标签修改名称为 Stripped Volume， 这样在本机可以看到手动新增的等量磁碟区。记得选择执行快速格式化。点击下一步，确认资讯无误后，点击完成。完成后，可以看到磁碟1和磁碟2显示为相同颜色，磁碟机代号相同，表示操作成功，已经形成一个逻辑磁碟区。切换到本机，可以看到显示名称为 Stripped Volume 的磁碟。镜像磁碟区就是 RAID 1，镜像磁碟区会将2个磁碟同步写入相同资料，一旦其中一个磁碟发生实体损坏，系统会自动从另一个磁碟读取资料，直到更换故障磁碟并完成重建。缺点也很明显，不支援实体扩充磁碟容量，空间利用率低，在作业系统中只会显示一个磁碟容量，另一个作为备源使用。镜像磁碟区至少需要2个磁碟，这里以磁碟1和磁碟2为例，建立镜像磁碟区之前，需要删除之前新增的等量磁碟区，并恢复为动态磁碟。滑鼠移动到磁碟1，滑鼠右键，点击新增镜像磁碟区。在磁碟区精灵页面点击下一步，选择可用的磁碟2，点击新增，点击下一步。
在指定磁碟区代号页面维持预设，点击下一步。最后一步是格式化磁碟区，档案系统维持不变，其中磁碟区标签修改名称为 Mirrored Volume， 这样在本机可以看到手动新增的镜像磁碟区。记得选择执行快速格式化。点击下一步。确认资讯无误后，点击完成。完成后可以看到磁碟1和磁碟2显示为相同颜色，磁碟机代号相同，表示操作成功，已经形成一个逻辑磁碟区。切换到本机，可以看到显示名称为 Mirrored Volume 的磁碟。RAID 5磁碟区是带有资料校验的逻辑磁碟区，资料会分散储存在不同磁碟中。RAID 5磁碟区允许坏掉一个磁碟，当故障磁碟被更换后，系统会从其他正常磁碟读取校验资讯来重建资料，安全性非常高。缺点也很明显，磁碟空间利用率较低。建立 RAID 5磁碟时，总容量为 n-1， 也就是3个磁碟只会显示2个的容量总和，4个显示3个，以此类推。另外，由于写入资料时需要进行校验运算，因此写入效能较慢，但读取效能接近等量磁碟区。RAID 5磁碟区至少需要3个磁碟，这里以磁碟1、磁碟2、磁碟3为例。新增之前需要删除镜像磁碟区并恢复为动态磁碟。滑鼠移动到磁碟1，滑鼠右键点击新增 RAID 5磁碟区，在磁碟区精灵页面点击下一步。选择可用的磁碟2与磁碟3，逐一点击新增。点击下一步。在指定磁碟区代号页面维持预设，点击下一步。最后一步是格式化磁碟区，档案系统维持不变，其中磁碟区标签修改名称为 Read File Volume， 这样在本机可以看到手动建立的 RAID 5磁碟区。记得选择执行快速格式化。点击下一步。确认资讯无误后，点击完成。稍等片刻，等待重新同步完成。完成后可以看到磁碟1、磁碟2、磁碟3显示为相同颜色，磁碟机代号相同，表示操作成功，已经形成一个逻辑磁碟区。切换到本机，可以看到显示名称为 Read File Volume 的磁碟。经过学习基本磁碟的设定与建立动态磁碟，适用于一般的电脑。接下来测试一下虚拟机重新安装 Windows 之后，之前建立的动态磁碟是否仍然存在。这里不会详细说明 Windows 的安装过程，影片会加速处理，请耐心看完。
经过测试，即使重新安装 Windows， 也不会影响之前建立的动态磁碟。原因很简单，动态磁碟的校验资讯是储存在不同的磁碟中，而不是在 Windows 所在的 C 槽。如果在本机没有看到磁碟，只要到磁碟管理重新指派磁碟机代号就可以了。我个人的建议是，如果需要重新安装 Windows， 可以在主机版的 BIOS 中先暂时关闭 SATA 界面的磁碟，避免在 Windows 安装过程中误删磁碟。等 Windows 安装完成后，再回到主机版 BIOS 中重新启用 SATA 界面的磁碟。此影片的磁碟管理教学不仅适用于 Windows Server 2025，同时也适用于 Windows 11。如果是一般电脑，我个人推荐等量磁碟区、镜像磁碟区。等量磁碟区的优点是效能高，磁碟容量大，适合长期储存游戏、影视作品、各种素材档案等；而镜像磁碟区适合用于重要资料的相互备份，对储存容量与效能没有特别要求。如果是伺服器电脑，则推荐 RAID 5磁碟区。在区域网络中，通常会有大量 client 电脑存取共用档案，磁碟的实体损耗较高。有能力的朋友可以考虑购买伺服器电脑。伺服器通常预设配备硬体磁碟阵列卡，该阵列卡具备独立 CPU， 可以新增更多种类的 RAID， 而且所新增的 RAID 不依赖作业系统，能有效降低作业系统的运行负担。以上就是本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的内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技术教学，记得订阅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也欢迎按赞支持一下。有任何想学习的主题，都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我们下期影片再见。